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家大人大吉最近好多人给我发私信韩国又出事了。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在关注那个事情。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母亲和女儿同时期怀孕，两个人生产之后，母亲把外孙女替换成自己的小女儿，大女儿一直以为自己的亲妹妹是自己的亲女儿，之后大女儿突然一走了之，把3岁的亲妹妹饿死家中。事件有几个疑点。是否是女儿发现了真相，从而一走了之？女儿与前夫所生的女孩又去了哪里呢？那最可怕的情况就是母女二人互相害死了对方的女儿。但是调查至今还在进行细节公布的太少，就没有办法进行具体的分析。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在狗血的剧情背后对于这类事件，所有人关注的重点都在于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母亲抛下孩子的生命于不顾呢？虽然这类事情是极少数的，但是每一次有孩子被伤害都会让人很揪心。这种事情无关于国家和民族，但凡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其实在8年前的南京就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今天我们就不妨透过这个事件来分析一下这类人的心理，再结合现在的社会太多人心浮气躁，希望通过这个视频尽我所能为今后防止这类悲剧再发生贡献一份微薄之力。今天所要讲述的女主人公叫乐燕，生于1991年，16岁便离家，独自一人在社会上漂泊，做过很多工作，但是时间都很短，主要在夜场上班。很不幸，在这个美好的年纪竟然沾上了毒品。她在一次的聚会上认识了比她大6岁的李某，觉得他人挺好的，两人就开始了一段恋情。2010年9月，18岁的乐燕和李某开始同居，而在这时期乐燕就总是会莫名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最后一次消失了2个月，2011年1月27日，乐燕再一次回来了，还抱回来了一个新生儿。和李某直接挑明了说，这个孩子和你没关系，但我们不打算走了。如果能好好过日子，女儿以后就跟你姓，叫李梦雪。李某也没怎么犹豫，就接纳了母女二人。两人既没有办酒席，也没有领证，就算是夫妻了。之后的一段时间，3口之家过得也算温馨。2012年3月，乐燕又生下了她和李某的小女儿李彤。小女儿的降生又给家庭平添了许多欢乐，可惜这种其乐融融的背后，乐燕却始终按捺不住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她突然又不辞而别，但再次回来的时候却带着毒品。其实在乐燕16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沾染毒品了，有了孩子以后曾中断过一阵，但是后期只要手里一有钱就想出去玩。她还喜欢上网看电影、打赌博机，为了赚钱，乐燕就晚上出去坐台，白天回家睡觉。2013年2月，东窗事发了两人因涉毒被警方逮捕。李某因容留他人被判处6个月徒刑，因为还在哺乳期，所以一直没有对乐燕进行处罚。但此后抚养2个女儿的重担就全都落到了他的身上。果然他还是抵挡不住诱惑，经常性的出去玩，母爱也崩塌。通常乐燕在家里会留一些零食和饮用水，认为足够2个孩子生存就走了。一开始间隔2-3天就回去照顾一下，那这期间就经常和邻居们借一些米面和蔬菜维持生活。邻居们也知道他这一家过得辛苦，偶尔也会给买一些食物帮助一下。但得知了他经常会扔下2个孩子在家的时候，楼下的邻居还要来了他家的钥匙，他不回家的话就帮他照看孩子。可是时间久了，那所有人都感觉这不是长久之计，没人知道他到底是出去工作了还是去了哪里。万一有一个什么变动，那邻居们讲话怕担不起那个责任。既然乐燕如此的消极和漠视2个孩子，不能把2个孩子送到福利机构吗？答案是不能的，因为他们还有监护人，不符合条件。而且当时也没有科学系统的对于监护人的干预机制，当监护人消极养育子女的时候，能够强制转移监护权到福利机构，这也是一个很无奈的事情。所以还是让官方介入吧。社区了解了以后呢，也会每个月给他发放800元的补贴，但是顾及他的钱多了以后呢，又失踪，所以会分批每周上门送钱，也能确认家庭的状况。但实际上这也没能阻止乐燕，而且他在外不归的间隔慢慢变长，邻居也总是能听见他家里传来孩子们撕心裂肺的哭声和喊妈妈的声音。2013年4月17日，3岁大的女儿突然自己打开了大门，从家里跑了出来。被邻居发现的时候，是昏睡在小区的大树下面，只穿着一条裤子，光着上身。警方赶到以后，又上楼解救了1岁的小女儿，2个孩子被送到了医院救治。在医院，孩子们才见到了失踪多日的妈妈，都高举双手让妈妈抱抱。
或许乐燕的内心也被这个景象所触动了，又或许是被人严厉的训斥，让她之后的时间哪儿也没去，只在家里照顾孩子。可谁也想不到，这段时间竟然是2个孩子在这个世上最后的幸福时光。1周的时间，她又犯了瘾，要出去玩。在一天傍晚，给2个女儿喂饱喝足之后，在房间准备了1袋鸡蛋糕、一些饼干、1壶凉开水，关上卧室的窗子，又用布条把窗户的锁扣给缠上扎紧。关门的时候，还在门缝里夹了一块尿不湿给关紧，又试着推了几下，确认小孩无力推开门窗，就留下了2个孩子在卧室里，自己理所当然的就走了。他事后说，这么做是怕孩子打开窗户或者是跑出来发生危险。就这样，时间过去了1个多月，直到2013年6月21日，警方破门而入，发现了2个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的小女孩。大女儿倒在卧室的门边，小女儿倒在床边，怀里还抱着一个空的水杯。根据邻居回忆，可以感受到他们被抱走的时候，身体已经是很轻很轻了。警方随即找到并拘捕了乐燕，却发现她已经怀孕3个多月。她这次怀孕是在李某入狱后1个月，她自己表示搞不清楚到底怀的是谁的孩子。在这一段时间，就是在外面到处乱逛，她总共领取了大约5000元的救济金，只有一部分用于孩子，其他的都用于白天去网吧玩，或者是去打捕鱼机。那晚上在朋友家住，或者是在外面开房。我们回归视频的主题，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一个母亲可以变得如此冷血，让孩子们自生自灭的时候，又是怎样的一种心理？那我们就一起透过乐燕的经历来寻找一下答案。乐燕也是父母未婚所生，2人也是既没有办酒席，也没有领证，所以她和自己的2个女儿一样，始终都没有户籍。在母亲怀她3、4个月的时候，父母2人因为盗窃被抓捕，因为母亲身怀6甲，所以被网开一面，没有受到处罚。父亲坐牢3个月出来后就人间蒸发了，母亲把他生下来，抚养到5岁，因为一个人实在太艰难，就把孩子送到了南方的一个亲戚家里。几经周转，最后乐燕一直生活在爷爷奶奶家。乐燕这个名字也是爷爷奶奶后改的，因为小时候长得漂亮，有沉鱼落雁的意思。她只上了1年多小学就辍学了，父母又各自成家，不再关注乐燕。她就是在这样缺少父母关爱的环境中生长。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她天天喜欢出去玩，而且一玩就是好多天不回家。因为厌倦了爷爷奶奶的训斥，索性一次离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那年她16岁。在外面也染上了很多坏习惯。他说，在烟雾缭绕中才能真正体会到快乐，让自己解脱。即便是有了2个孩子以后，2个没有自理能力的孩子长期缺少水和食物，房门又被关住，在封闭的环境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当时没有想到那么多，凭这样子诱惑吧，一天比一天的瘾更大。诱惑当中，就是说每天都觉得时间过得好慢，然后就不想回家。这明显就是在说谎啊！他怎么可能没有想那么多？曾经多次把孩子饿得整夜哭喊，他回家以后都是可以看见的。他就是为自己人性最丑陋的一面狡辩。然而又是什么让他如此坚决地持续作恶呢？我们不妨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一下他极度自私的内心。2个孩子是没有户籍的，即便是他们没了，只要不被发现，那谁也查不到，自己也就没有了累赘。缺少父爱母爱的乐燕无法体会到作为母亲该有的责任。她还说自己很爱2个女儿，只是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去爱。而她认为的爱又是怎样的呢？就是给他们世界上别的孩子没有得到的，我要给他最好的，什么都要给他。那你给了这2个孩子什么？什么都没有给到他们。慢慢的去罪恶全部那个赎完了，我要去好好做一个人，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也不想再犯下任何的错误，这辈子都不想再犯错了。我真的很想我2个女儿。早年间的家庭背景导致了他在人格上的缺陷，因为没有被爱过，所以无法准确的给爱做出一个完整的定义，不会爱别人，也不会爱自己，不会对自己负责，沾染了不良的嗜好，随意的和人结合，随意的诞下生命，又在毒品的影响下把孩子随意的弃之不顾，在情感中又遇见了一个不务正业的丈夫，男方也没有尽到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多种因素的综合才造就了这样的人神共愤的悲剧。
我们不妨也用这个去对比韩国近期发生的事件，遗弃幼童的金某和母亲的关系如何？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环境？是否又在什么外力的催化之下促进了惨事的发生？故意杀人罪是以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既包括行为人以积极的身体活动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也包括行为人以消极的身体动作，在能够履行自己应尽义务的状况下不履行义务而导致他人死亡的行为。2013年9月18日下午4点30分，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乐燕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自私的乐燕逃过一劫，她之后又诞下一女，哺乳期过后，在她的同意下被送往了福利机构。目前乐燕还在服刑当中。现在相关的职能部门还是做了很多努力，很多地方都设立了对应的儿童救助保护热线。不妨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以备不时之需。如果你发现了有未成年人正在遭遇非法侵害，可以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当然，最有效和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交给警察处理。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儿童群体的权益，在每一个公民的努力下，全社会形成一个共同监督的环境，就可以把这种不法侵害在萌芽时期就扼杀掉，从而让这种悲剧不在你我的身边发生。生存权是人类第一人权，人类与地球上其他很多物种不同，儿童作为弱者是需要监护人为其提供帮助才能生存下去。索取基础的生存条件是他们的基本权利，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也是监护人的义务。如果现有的环境无法维持儿童的基本生存权利，或者难以履行应尽的义务，请第一时间和相关部门进行求助，向社会进行求助，总有一个办法会让你渡过难关的。如果选择生下来，就请努力让他生存下去或生活得更好。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请不要伤害。童话故事里说，孩子们都是从天堂降落到人间的天使。有的天使来到人世之前会很紧张地问上帝，如果我想念天堂了该怎么办？上帝说，你到了人间以后就不会想念天堂了，因为那里有一个人，给你的一切会大过于天堂。小天使又问，那我该怎样才能找到他呢？上帝说，他有一个很简单的名字，叫妈妈，只要你呼唤他，他就会在你的身边给你依靠。那希望所有受到过伤害的孩子们都能走进自己最爱的童话故事，都能有像童话故事一样幸福的结局。